月亮可以说是我们小时候最先认识的天体之一。今天如此，古时也是一样。要不然，李白就不会吟出那句“小时不识月，呼作白玉盘”了。在很多古代文明当中，都会把月亮奉为神明。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，月亮掌管着人间的姻缘，而月亮在古印度人眼中变成了丰收的神灵。在古埃及传说中，月亮又被看作是医疗之神。玛雅人信奉月亮是生育和纺织女神。江畔何人初见月？江月何年初照人？从古至今，无数人都提出过这个疑问。这些问题，就像是一颗颗耀眼无比的流星，划过人类思想的天幕，引得我们不由自主地抬起头来，把无数目光投向浩瀚夜空中那颗最耀眼的星球，那个被无数人视为女神的月亮。这是意大利佛罗伦萨博物馆中的一件收藏品，上面雕刻着太阳、月亮、太阳系的行星轨迹图，还有绘图用的圆规、尺子等工具。最为重要的是2只细长的金属桶，就是这2只金属桶，让人类第一次看清了月亮女神的真实面貌。它的制作者是有着数学家、物理学家、天文学家等众多头衔的伽利略。1609年5月，伽利略听说一个荷兰眼镜商人在不经意间制作出来一只幻镜，可以看清远处肉眼看不到的东西。伽利略从幻镜上得到启发，他用了几天的时间磨制出一对凸透镜和凹透镜，然后又制作了一个直径4.4厘米、长约1.2米、可以滑动的双层金属桶。用凸透镜做物镜，用凹透镜做目镜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伽利略式望远镜。伽利略小心翼翼地把他的望远镜指向夜空，指向人们心目中那个高冷美丽的月亮女神。没想到，人们眼中玉洁冰清的银盘，在望远镜中却成了一张千疮百孔的大马脸。1609年12月，伽利略把用望远镜观测到的月球描绘下来。在这张天体素描写生图上，月亮不再是光滑如镜的玉盘，而是一个布满大大小小坑洞的荒凉星球。他把那些四周边缘高耸突出的环状地貌命名为环形山。伽利略的发现给西方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震撼，同时也激发了人们登上月球的想象力。1628年，在英国文学史上出现了第一个幻想太空遨游的故事《月中人》，说的是几只野天鹅带着一个人造机器飞临月球的故事。1783年，孟格菲兄弟在法国巴黎完成了世界上第一次载人热气球飞行。从那时起，人们就疯狂地相信，早晚有一天，我们可以坐着热气球飞向月球。1865年，儒勒·凡尔纳在他的科幻小说《从地球到月球》当中，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，
铸造一门长275米的大炮，再制造一个直径2.75米、重8吨多的铝制空心炮弹，命名为哥伦比亚号。在107吨火药巨大的爆炸当中，将哥伦比亚号和3名探险家送上月球。1902年，早期电影大师乔治·梅里爱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《月球旅行记》，将凡尔纳的设想搬上了银幕。就在人们疯狂的幻想如何登上月球的时候，有些人也在思考着另外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月球的起源。对于这个问题，到今天依然给不出一个标准答案。作为地球目前已知的唯一的天然卫星，月球的出现比地球晚了1000万年。一些科学家认为，地球和月球是孪生兄弟。太阳系最初是一团气体云，在引力的作用下开始坍缩并旋转，其中的大部分物质形成太阳，一部分剩余物质形成了包括地球在内的行星。月球则是与地球同时形成的。20世纪80年代，撞击成因说引发了人们广泛的关注。这个假说认为，在地球早期的时候，曾经被一个像火星大小的天体撞击过。这次猛烈的撞击产生巨大的热量，使地球变成了一颗岩浆翻滚的火球。撞击抛射出1万吨炽热的残骸。这些飞离的物质受地球引力作用，分布在地球周围。它们互相碰撞，逐渐吸积、聚集、融合，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增长，最终诞生了一颗新的星球——月球。地球在这次撞击后留下了后遗症，它的自转轴发生了倾斜。大碰撞的说法能够解释更多的观测事实。间延长了19个小时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没有这19个小时，地球自转会比现在快5倍。高速旋转的地球就像一个巨大的风扇，带动大气剧烈扰动。我们的家园将会被无休止的风暴吞没，自然界的美景将不复存在。月球是距离地球最近的天体，也是人类最为向往到达的星球。1945年，美国火箭学家赫伯特·基姆在《火箭和喷气发动机》一书当中提到
14世纪的中国明代，有一个叫万户的人，他把47支火箭绑在椅子上，然后自己坐在椅子上，手里还举着2只大风筝。他希望利用火箭产生的推力飞上天空，然后利用2只风筝完成飞行，顺利降落。但是在火光和硝烟当中，万户没有成功。后来，苏联、英国、德国的火箭专家，在他们的著作当中提到过此事。虽然在史书中没有找到相关的记载，但万户还是被人们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尝试火箭飞行的先驱。他的这种探索精神被后人所铭记。20世纪70年代，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将月球背面的一座环形坑命名为万户。北京市三藩小学的同学们正在进行小火箭组装。他们要用采购来的零件，分别组装起3种不同型号的小火箭，然后再尝试发射。看似复杂的火箭原理其实非常简单。早在17世纪，牛顿就提出，如果你以一定速度向后抛出一定质量，你就会受到一个反作用力的推动，向前加速。火箭能力有多大，空间舞台就有多大。就在小火箭成功发射的同时，在2000千米外的发射场，一枚长征3号乙火箭正准备发射。自从现代宇航奠基人齐奥尔科夫斯基提出现代运载火箭概念之后的100年里，世界各国的航天科学家都在为研制推力更大的火箭而努力着。地球是人类的摇篮，但人类不能永远生活在摇篮里。这是俄国科学家齐奥尔科夫斯基的名言。1896年，这位现代宇航奠基人提出了利用现代火箭实现太空旅行的设想。他提出的多级火箭理论，推算的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，今天的航天领域仍在使用。他撰写的科学幻想小说《在地球之外》中描述的是100多年后，在2017年发生的事。20名不同国籍的科学家和工匠，乘坐自己建造的火箭飞船飞出大气层，进入环绕地球的轨道，处于有趣的失重状态。他们建成了大温室，种出了足够食用的蔬菜水果。他们穿上宇宙飞行衣，从飞船里出来，在太空中飘游。然后飞船又飞向月球，其中的2个人乘一辆4轮车，在月球表面着陆。考察一番之后，又点燃火箭离去，与在环绕月球轨道上等候的母船会合。人类宇宙航行的实践，按照在地球之外中的设想一步步实现着。尤其是后来的登月实践，几乎是小说中描绘情景的翻版。相信今天的读者在看过这部小说后会发出惊叹，作者在100多年前的预言，大部分已经成真。在齐奥尔科夫斯基的小说当中，整个世界是完全没有战争的，太空城里更是一派祥和。但就在小说诞生半个世纪之后，一场持续了近20年、几乎完全失去科学理性的太空竞赛，就在美国和苏联2个超级大国之间轰轰烈烈地展开了。回顾美苏太空争霸的历程，
2位从小就发誓要把人类送入太空的火箭科学家的身影，就会浮现在历史画卷中。谢尔盖·克罗廖夫和沃纳·冯·布劳恩都是火箭领域的天才，然而冯·布劳恩并不知道对手是谁。1933年，26岁的克罗廖夫就成为了苏联国家喷气推进研究所的副所长，负责液体火箭推进器的研制，并主持制定了苏联的火箭发展计划。1936年，24岁的冯·布劳恩成为纳粹德国佩内明德火箭研究中心的技术部主任。6年后，冯·布劳恩的 A4 火箭发射成功，他在火箭外壳上画上了传说中的月亮夫人，表达出登月的心愿。这就是纳粹德国 V2 导弹的前身。1945年5月，冯·布劳恩带着14吨 V2 火箭的数据资料投降了美军，其中包括了将人类带上太空的设计蓝图、远距离火箭设计图和人工驾驶太空舱的设计图。美国对 V2 火箭的重视引起了苏联的关注。1945年7月，面对一堆缴获来的 V2 火箭的零散部件和残缺的设计图纸，克罗廖夫开始主持苏联复制 V2 火箭工作。1950年，在 V2 火箭基础上制造的苏联 R1导弹正式在军中使用。而此时，美国人对冯·布劳恩这位曾经的纳粹德国火箭专家却心存芥蒂。那段日子，他的天赋才华和太空梦想只能在迪士尼片场施展，那就是与唐老鸭、米老鼠同台为儿童讲解火箭知识。1957年10月4日，克罗廖夫领导设计的27运载火箭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了太空。这也让苏联在这场太空竞赛中第一次走在了美国前面。美国的新闻媒体则称其为太空珍珠港事件。之后，不甘示弱的美国海军也尝试发射人造卫星，但火箭在起飞3秒钟后就发生了爆炸。惊恐之余，美国人终于想到了那个家喻户晓的迪士尼主持人冯·布劳恩。1958年1月31日，早已蓄势待发的冯·布劳恩用他的朱诺1号火箭，把美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了太空。科罗廖夫的脚步在加快。1959年1月，苏联发射月球1号探测器，并成功传回数据。9月，月球2号进入太空，并在2天后击中月球。这是人类第一次实现人造物体在月球硬着陆。1个月后，月球3号探测器第一次拍到月球背面的照片。紧跟着，1961年4月12日，克罗廖夫又把航天员尤里·加加林送上了地球轨道。加加林成为第一位进入太空的人。面对克罗廖夫不断创造的世界第一，冯·布劳恩遭受沉重打击，但他只能在后面苦苦追赶。1961年5月，在苏联之后，美国终于完成了第一次载人航天。艾伦·谢泼德乘坐水星号飞船进入了太空，他成为美国的民族英雄，在华盛顿、
纽约和洛杉矶的游行中受到盛大的欢迎。20天后，肯尼迪向全世界宣布，将在10年内把美国人送上月球的阿波罗计划。起飞试验的次数压缩到了极限。在这场竞赛当中，还有一个细节。1958年，科罗廖夫曾经制定过在地月转移轨道超越美国月球探测器的计划。在这个计划当中，当美国的探测器发射之后，苏联人可以通过超近道的方式，赶在美国的探测器之前抵达月球附近，然后再大力刹车，早于美国探测器几个小时到达月球。但是，由于美国的先驱者探测器屡次失败，科罗廖夫的这个计划并没能实现。土星5号巨无霸运载火箭的成功发射，让美国第一次在太空竞赛中跑在了苏联的前面。1968年12月21日，阿波罗8号发射升空，这是人类第一次实现环绕月球的载人飞行。两个超级大国你追我赶，太空竞赛愈演愈烈。然而，自从克罗廖夫病逝之后，月亮女神似乎已不再青睐苏联人。1969年2月和7月，苏联用来登月的 N1 运载火箭连续2次试验失败，爆炸甚至摧毁了拜克努尔发射场。苏联人的登月计划也被迫一推再推。而在地球另一面的美国，却迎来了人类探月史上迄今为止最为辉煌的时刻。1969年7月16日，土星5号运载火箭承载着阿波罗11号飞船，将第一批代表人类奔赴月球的宇航员带进太空。1969年7月20日，肯尼迪飞行控制中心的人们终于听到了飞船指令长
尼尔·阿姆斯特朗那句让整个世界等待已久的话：休斯顿，这里是近海，鹰已降落。世界各地的电视观众都在关注着同样的画面。阿姆斯特朗站在舷梯底部的横板上，随后迈向月球表面，留下了人类的第一个脚印。That's one small step for man, 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. 此后又有11名美国宇航员登上了月球，先后带回数百千克月盐月壤。阿波罗登月计划圆满落幕。但是人类探索月球的脚步并没有停下，反而因为科学家对于来自月球的原始月盐样本的深入研究，而迈进更加广阔的领域。1978年，美国赠送给我国一块月球岩石标本，它辗转来到了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，研究天体化学的欧阳自远手中。当时从上面看，它大概有一个大拇指大。他们在上面做了个透透镜，实际上是个放大镜，所以真实的情况，我在手套箱里面把它砸开有机玻璃以后，大概只有黄豆大小，称重结果是1克左右。所以我当时下决心用半克要完成全部的分析测试工作。此后的2年中，中国科学家围绕0.5克月盐样本展开多项研究，写出了14篇国际水准的科研论文。也正是从那一刻起，探月成了欧阳自远的毕生追求。如今，留下来的半克月盐静静地躺在北京天文馆，迎候着孩子们好奇的目光。而中国的探月故事已经悄然开始。天上的月亮像河岸里，那是传说中的广寒宫。嫦娥姑娘已踏上征程，要把月宫探个究竟。眼前是满天烁烁繁星，身后是地球美景。带着未来的憧憬，奔月的道路上，留下你坚强的背影。你的背影，1000年的梦想由你完成。月的背影，人类登上新的高峰。你的背影，牵动着我们的心灵。月的背影，探索未知永无